Hi guys。初印象是Virgin Impression 是吗？原住民感觉上就是很久很久以前，最早的时候在某个地方定居的群体，他们和大自然啊，还有土地啊，有着亲密的联系。如果要吃什么，自己抓自己种啊。开心、比较简单的一群人。在广阔的草原上，然后手牵着手，每一次都会身穿他们传统的服装，跳着舞，1、2、3、4、5、6、7、8。这是我对原住民的一种感觉啦。我是《还珠格格》看太多吗？先是蛮紧张的啦，我不敢有任何期待，哎，没有期望就不会失望嘛，对吗？我怕那个厕所的设施不太完善。要让我冲凉啦，你不让我冲凉，我觉得不会有蟑螂吧？这应该是我这一生最怕的东西了。身为一位城市 girl， 我期待摆脱都市的生活，然后呢，去到大自然，完完整整的去体验原住民的生活到底是什么。I guess every adventure 就是要 open-minded， 去接受还有体验这个 adventure， 所以我就是用这个心态去了。我觉得我是一个还蛮随和的人，而且又非常热爱旅行，所以无论我们跟这个原住民之间有怎样的一些文化上的差异，我觉得我应该都可以接受。我其实是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一个小岛，也比较贴近大自然，所以我想再重温一下我小时候那个美丽的时光，那是我的期待。哦，好可爱！哇，这整个好壮观哎！要自己搭建吗？感觉好辛苦哦。哇，看了这个视频，我发现我要去拜访的这个部落属于蒙古的偏远地区，难怪就连蒙古人都很少接触这个族群。但是我想这应该会是我一生很难忘的体验吧，因为我即将拜访这部落呢，属于蒙古最后的驯鹿族群杜卡族。那个就是多克人的帐篷。哇，哎，其实看起来真的不大哎。嗨三班哦，三班哦 ，Hello， 三班哦，三班哦，有驯鹿了，有驯鹿了！你看，它们的脚很 cute， 哎呦，好可爱，好可爱！嗨，等一下，等我啊！踩到我裤子了啦你！啊，别走了你！我好狼狈啊！别走了啊！哦 no， 怎么办？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就是习惯了，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来到大自然，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之中。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吧。我很兴奋！我现在人在韩国首尔的仁川机场，然后现在呢要赶机，刚从新加坡来到这里，这个时候呢马上要去到下一趟航班去乌兰巴托，全程9个小时30分钟 ，Let's go！ 让我们再次前往 First Class、Business Class 旁边的 Economy Class。啊，乌兰巴托 ，See you。这是我第一次到访蒙古，这片土地广袤无垠，却人口稀少。蒙古由大约19个民族组成，大家和谐共处。蒙古以游牧文化著称，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的生活以牲畜为中心，展现出对大自然的依赖与尊重。乌兰巴托是蒙古的首都，同时也是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从乌兰巴托机场一直到这里，哇，路上交通缓慢，人山人海，感觉大家呢都是来到蒙古的体育场参加这场活动，叫做那达慕节。然后我看到很多人穿传统的蒙服，哎，好羡慕哦。没关系，我没有传统的蒙服，不过我有来自蒙古的朋友，他也是我的翻译师。
马上去见见他。他在哪儿呢？在那里。Hello， 希吉尔。三班の生希吉尔的。哦，你刚说的是什么？刚说的是大家好，我叫希吉尔。感觉蒙语会让你的舌头很灵活。对，舌头比较灵活。好了，那今天大家在过的是那达慕节吗？是的，今天我们过的也算是蒙古的国庆节。那达慕的意思就是游戏娱乐的意思。因为国庆，大家聚在一起玩游戏，娱乐自己。是的，大家为了部落之间的和平还有军事胜利，庆祝那达慕这个节日。哦，原来如此。现在开幕式马上要开始了。哦，那还在等什么？我们也去啊。好，我们去看看。开幕仪式有传统舞蹈、音乐表演等等文化活动。那达慕节一般会在每年7月11号到13号举行。作为有着2000多年历史的节日，那达慕节无疑是蒙古最重要的传统盛会之一。哇，这真的和我们新加坡国庆日在爬档的表演很反应，很壮观，很多人，很多道具。你看看现在这个，哇！哎，有马真的不一样啊，好壮观哦。对，而且因为是白马。是的，白马。你知道这一幕让我想起我们新加坡的国庆日，但差别就是呢，我们新加坡没有马，但我们有很多坦克，然后我们的国旗呢是挂在飞机上，然后这样飞过全岛。希吉尔告诉我，那达慕节在当地也被称为男子三项，指的是3项蒙古传统体育竞技，那就是赛马、摔跤和射箭。这3项活动体现了游牧民族生活的特点，所以一直流传至今。到了近代，庆典开始加入其他传统项目，其中一个就是怀古射击。那个怀古是谁的怀古？怀古是羊或者是山羊的一个怀古。真的怀古啊？真的羊的怀古。所以从小到大你都有玩这对，个吗？我从小就打这个游戏。听说现在大多数人都会用塑料制的羊怀骨代替，因为真的羊怀骨容易腐坏。怀骨射击最初只是作为娱乐消遣，但如今已经发展为一项竞技运动，极大的考验选手对精准度的掌控能力。希吉尔，你准备好来献丑了吗？我准备好了。感觉好像很难呢，那个手指要很用力。手指要这个用力，用中间的部分。哦。拉这个指头。而且他们的坐姿有一个特别的做法。对，特别的做法，你看可以他们。哦。OK， 黑子你来。Thank you。OK， 我们试一下啊。好，来。你先开始。好，我先开始。Ladies first。啊 ，like that，OK。And then they must who right？ 来。Not bad. Not bad. Thank you. OK， 到你。OK。好，我要再来一次。预备，开始。谢谢。来啦，拜拜。蒙古被誉为永恒的蓝天之地，因为这里大多时候都是晴空万里，阳光明媚。然而，我却非常幸运地赶上了一场大雨，还有冰雹。看到我狼狈不堪的模样，就知道下雨了。我们现在呢，在蒙古包躲雨，不是250天的晴天吗？结果我第一天来到就下大雨，倾盆大雨，而且下了很多这小冰球，哎，给你看。那个叫冰雹，在蒙古夏天很常见的一个东西。那请问在蒙古这里很经常下雨吗？对，夏天的话，有时候突然就下雨，突然会太阳出来，这个样子。只能说蒙古的天气呢，跟女人一样，非常的善变。对的。然后我们这样聊了聊，感觉雨势好像小了一点点哦。我们冒着风雨，只为一睹那达慕节的重头戏——赛马比赛的风采。尽管天空飘着雨，围观的群众依然热情不减。蒙古赛马通常为长距离比赛，赛程从10公里到40公里不等。由于赛程比较长，需要体重较轻的骑手，
因此参赛的骑手通常是介于7岁到13岁之间的小朋友哦。黑子，这个就是线上直播，他们马上就到终点站了。哇，跑得好快哦！哎，现在冠军花落谁家还不知道哦，大家真的不相上下哎。哇，这是什么情况？什么状况？警察？就是现在就是那些马上到终点站了。据说如果我们触摸冠军马的这个汗水，会带来一整年的好运。那我要摸。但是因为大家都想触摸，然后警察们都要保护这个马。那我们等一下有办法触摸得到吗？还是我们再看看吧。好。啊！紧张紧张，马要来了。看到了看到了！哎耶，好振奋人心哦！ Good job! Hi, can we take a photo? 冠军马，我来了！希望呢，接下来1年你可以给我更好的运气。就是不是冠军马，就是其中的一种马。来触摸。我就这样子擦身而过了。多了高水准。好，现在。Hello， 来这。Hello。哇 ，Thank you。看看。那现在1年我们会有好运。耶。Good morning。那杜卡部落呢，一般居住在蒙古北部，海拔2000米左右的 White Lake。所以为了抵达那边呢，我们要搭国内航班到库斯克省的省会慕容。那之后呢，要乘车400公里，也就是7到9个小时，然后才会抵达杜卡部落最靠近的一个小村庄。我们是哪辆车啊？就是那辆车。这辆车？对的。好可爱哦！这是什么车啊？这是苏联时期的时候用的面包车，这辆车很适合我们的路。太好了，我们7到9个小时就靠这辆车了。是的。哇，真的好复古哦！给大家看看。杜卡族主要生活在蒙古北部查干诺尔的针叶林里，靠近俄罗斯边境，可想而知路途有多么的遥远。虽然一路上颠簸崎岖，但庆幸的是有美景相伴，四周绿意盎然，充满着生机。真的很漂亮哎，很多很美的山，然后一路来，刚刚在大路上看到了马，看到了牛，看到了羊，我很兴奋。什么时候会开始看到驯鹿？对，期待，我也很期待。希吉尔告诉我，蒙古土地辽阔，所以蒙古人已经习惯花费长时间在行进途中。但是杜卡人生活的地方，就连蒙古人都觉得远啊。现在时间是傍晚6点钟，我们已经开了差不多有8个小时了吧。我是睡了又醒，醒了又睡，我感觉我就像是车里面的一个 baby， 这个车就像是摇篮一样啊，因为呢真的很多，你看，就是现在这样子。可以站起来的感觉，真的。终于到了。现在才几点钟？9点半。9点半，天还这么亮哎。OK， 可是今天呢，我们要找一个落脚处，然后明天早上才去杜卡部落，对不对？是的，今天我们要休息。饿了吧？饿了。哦，你去吃点东西。哇，昨晚睡得太好了。然后希吉尔说呢，是因为这里的空气很清新，那期待针叶林的新鲜空气。马上开启3天的露营之旅。希吉尔 ，Good morning。Good morning。我很期待去看驯鹿了，你期待吗？我很期待。Let's go。杜卡族，我来啦！从村庄出发，再行驶约40分钟，我们就能抵达针叶林啦。在蒙古，随处都能见到牛、羊、山羊、马和骆驼这5种牲畜，但是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第6种牲畜，那就是驯鹿。有驯鹿了！你看，
他们的脚很 cute， 我们可以下去吗？可以，来来。这就代表我们已经到了那个杜卡部落了吗？是的，我们已经到了杜卡部落。哎，我没有想象蒙古会出现驯鹿，哎，它感觉就是一个很西方国家的动物。对的。哎呦，好可爱，好可爱！太可爱了，你在吃着草。这头驯鹿好像有点累。Dashing through the snow in a one-horse open sleigh， 真的有圣诞节的 feel。哦，好温顺哦。那我们要不要先去跟哪户人家 say hello？ 好的。好吗？要不然感觉有点没礼貌哦。往哪儿走？往那边走。那个就是杜克人的那个帐篷。哇，哎，其实看起来真的不大哎。那整家人都住在里面吗？是的。嗨。嗨。Hello， Sambeno。Sambeno。好漂亮哦。Hello， Sambeno。Sambeno。可以进去吗？好，可以进去。嗨。哎呦 ，Hello。So cute！ 哇，我闻到一股很重的奶味。Thank you。这个是什么啊？应该是用驯鹿奶做的奶豆腐。哇，我觉得我现在吃什么硬掉了的酸奶，那个驯鹿奶呢，感觉奶味比较重。这些其实是一些迎宾的食物，就是他们自己做的面包，还有一些饼。除了这个以外，还有驯鹿奶做的奶茶。哦，很香 ，Cheers！ 淡淡的茶香味，奶味也不会太重，就像我们新加坡卖的泡泡茶，不过是0% sugar， 我现在只差珍珠而已。咦，他也在喝。杜卡人是游牧民族，所以他们平日都是住在这个三角锥状帐篷 teepee， 以方便迁徙。据说杜卡人最初是在俄罗斯的图瓦地区过着游牧生活。194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苏联的影响，国家边界重新划定，所以部分杜卡人迁移至蒙古北部定居，继续以驯鹿为生。OK， 这时候我要 house tour， 来看一下。这边呢，帐篷中央应该就是他们煮饭的地方了。然后有个烟囱，哎，直接到顶部，这好聪明哦。这走的时候也要一并带走吗？这个？是的。哇，他们那边还有挂置，这是驯鹿肉吗？牛你们会，这个是什么？羊肉挂在这里，就是为了变成肉干，变成肉干以后就不会变坏。哇。然后我想这就是他们的客厅吧，就是大家坐下来聚在一起吃饭的空间。然后我想说的是，我小看了这个帆布，哎，我还以为说在里头应该会很闷很热，但其实现在很凉爽。那请问他们一家人有几个人啊？他家5口人，他的老婆还有3个孩子。哦，那刚好看到一位老太太，她是哦，他老婆的妈妈的奶奶。嚯，这个关系，他老婆的妈妈的奶奶，他老婆的妈妈吧？他老婆的奶奶。让我理清一下，所以有爸爸、妈妈、2个儿子、1个女儿，然后还有老婆的奶奶，所以他们算是4代同堂吗？是的。哇，天哪，好温馨哦！我们现在呢要跟着妈妈去采集，然后采什么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他们说这个是大黄，可以做果酱，又可以直接吃，对身体很好。但他都把那个叶子的部分扒掉。对，这个叶子是不需要的。OK， 看我的，我拍打，然后呢，把叶子熬掉，只留下菜根的部分。可以直接这样吃吗？直接可以吃。因为宝宝已经开始吃了。对的。那我也来吧。好吃吗？酸酸的。他说是不是很酸？但怎么讲好吃？高原。等一下，宝宝是这样子睡着了吗？宝宝睡着了。太累了。而且这个采集植物的是女人做的一个工作，她一边照顾孩子，一边采集这些植物。好，那我们让妈妈好好的哄孩子入睡，我们帮她采集。好的，好。走吧。来走。就跟许多游牧民族的分工一样，杜卡族的女性肩负采集和料理家务等等职责，男性则负责放牧。在选择营地时，除了得确保驯鹿有充足的食物，还得留意是否有丰富的生活资源。
这样才能让家人过上温饱安定的生活。那现在呢，阿姨要带我们去找另外一种植物，但我不知道这种植物是什么，或者是有什么功能，因为全部对我来说长得都一样。哦，我们到了吗？它抬起这个就是可以把这个当成为这个刷子，当洗碗刷。对，洗碗刷。哇，天哪，太有创意了吧！哦，它都是这样子往下一凹，不行，我再洗一个。哇，它到底是？哎，这个很难哎。很难吗？你试一下。那怎么做的？你看轻而易举的，你看。OK， 他是教我这样子啊，死命的180度往下凹。OK， 有哎，而且毫不费力气，你知道吗？一点都不费力气。这让我想起人生中呢有很多的问题，其实也是不费力气的，只是角度的问题，就看你怎么看啊。真没想到，这些发出淡淡花香的植物，竟然会被杜卡人用来当洗碗刷。而且我还听说它的花朵能治牙疼，甚至泡成花茶饮用。大自然果然处处都是宝藏啊！我很兴奋，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坐在一堆驯鹿的粪便的前面。这不是驯的粪便，是牛的粪便。哦，牛的粪便。那我们要牛的粪便干嘛？它呀说这里要烧，它头去压蛋，对，压蛋就是为了这些驱蚊子。哦，烧粪便可以驱蚊子。是的。那我们快烧！哇，这边蚊子太多了，快烧快烧快烧！我一生中没有拿过牛的粪便啊。其实呢，这堆牛粪中间它是有先放了一些树枝，方便起火燃烧。然后放了树枝之后呢，先叠了一堆粪便，再来呢把那个火柴放进去，起一个火，然后慢慢就烧起来了。你看，平日杜卡人还得到森林里捡拾木材生活。身为一位城市 girl， 我只需要打开煤气炉就有火源，但在野外生活只能另寻他法。这让我体会到，不应该把所拥有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走。好的，来吧，走了，我们工作去了哦。跟着他走啊！哦，我们去森林里面啊。好，这是我的白驯鹿公子。我们现在因为要过河，所以呢还在放石头，这样子比较方便过河。有种《西游记》到西天取经的感觉。来。啊！哈！来！哇，其实驯鹿很聪明哎，它们自己会抓呢，应该踩哪个石头？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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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入这个地方，马上我闻到的是那个花香味很不一样。叔叔跟我分享说，他们之所以不在针叶林里扎营，而选择在森林外围驻扎，是因为夏天森林里的蚊虫特别多，待在里面会很不舒服。而且夏季森林外围的风比较大，天气更凉爽一些，也更适合驯鹿生活。我们去搬木材到底要走多远啊？不是我要说，这真的蛮喘的。到了冬天，杜卡人会迁移回针叶林里生活，因为森林能遮风避雪，抵御严寒。尽管是冬季，针叶林里依然有丰富的植物资源，为驯鹿提供食物，保障杜卡人的生活。哦，我们终于到了吗？终于到了。现在我们就是在把木材放在驯鹿的身上，然后希吉尔他超厉害，我超怕驯鹿跑掉的，结果呢，他一脚踩着他绳子。杜卡人的居住环境生长着许多针叶树，为了适应寒冷的气候，针叶树一般有着厚实的树皮和细长的叶子，以减少水分的流失。驯鹿会啃食这些植物来补充能量，所以针叶林是驯鹿生存的重要栖息地，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杜卡人安身立命的家园。走吧。哇，他走好快哦！等一下，等我。啊，踩到我裤子了啦你！啊 ，no！ 等一下，这个真的好难。哈，啊！我要想个办法把它给拉回来。别走了你，别走！
我的驯鹿小公子，你怎么可以这样丢下我不管呢？没事没事。我的鞋子脱了。让我回去捡个鞋子啊！我还是适合当城市 girl， 这个游牧民族太难了。张一双，你行的，走。我现在去找我的驯鹿，我鞋穿好了，鞋带绑好了，我就不相信我找不到它。哎，跑哪去了 ？OK， 还是叔叔厉害，因为他帮我找回了我的驯鹿。Yeah，Thank you。走吧，希望这次我的驯鹿小公子听我的话。慢点慢点。啊，他又要跑了。等一下一下。没事吗？太难了，这真的太难了。我感觉是他牵我，不是我牵他。为什么你的这么乖，希吉尔？你的好乖哦。哇，我的眼睛好痒。我觉得我们在新加坡就是习惯了，做什么事情都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来到大自然，很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之中。这里苍蝇一大堆，我们亲手拿了牛粪，烧了牛粪，苍蝇还在。然后呢，牵着温顺的驯鹿去拿东西，他们都不听话，就感觉很多事情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但是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吧，就是要习惯。体验游牧民族的生活，给我带来了重重挑战，但我也从中学会了如何接受并拥抱这些困难。当情况超出我的控制时，我发现坦然面对，就能够在不完美的现实中找到内心的安定与平和。一天的劳动结束后，阿姨为我准备了传统的杜卡族菜肴。她把采摘到的蔬菜加糖，调和酸味，再煮至浓稠。接着，她将面粉和水揉成面团，放进炉子烤出香喷喷的面包。好吃，酸酸的，搭配面包一起吃下去，感觉很清爽。奶茶的制作方法简单，所以杜卡人几乎每一餐都会饮用。夏天喝奶茶能补充水分，冬天喝奶茶能暖身子。看着他们一家人用餐时的温馨氛围，格外的触动我这个忙碌的城市 girl。吃了晚餐，我现在要洗锅，帮杜卡家族的人洗我还没关系，我们剧组自己吃了，要求我帮他们洗这个锅巴，好意思呢。这就是刚刚我和希吉尔辛辛苦苦采的。我觉得这个比我家里的 sponge 好用太多了，因为呢它大很多，你看。这样子一刷，每一个角落都干干净净的，这更好。就这样直接放进去。还有一些米饭呢，比较固执，给倒过来刷一下。哎，不过这个还蛮有效的。OK。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会用一个碗来盛水吗？不是直接把锅放在水里面。那是因为呢，蒙古的游牧民族向来呢都有这样子的规定，不能在河流里头洗衣啊、洗碗啊，或者是大小便，这是万万不可的。就连呢你洗了锅之后里头肮脏的水，你要走到很远那个草坪去丢哦，不能在河附近丢 ，no no。晚上9点40分了，天还亮着，不过我要准备睡觉了 ，Good night。Good morning！ 哇，蒙古的天气真让人矛盾。昨晚我冻得半死，今早我晒得半死。But anyway， 我现在有任务在身。杜卡族的女生每天早上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呢会去挤驯鹿奶，所以我现在去帮他们。阿姨，我找你们。在你们。她就是用2根手指，然后抓住呢驯鹿的乳头，
然后往下拉。OK， 我试一下。好，食指和拇指。为什么没有的？他的奶是不是挤完了？怎么一滴奶都没有？啊，还有啊，还有这么多。OK， 它是从乳头的最尾端拉到最前端。我觉得我们动作相似啊，但为什么我挤不出奶呢？唉，想不到一大早的挤奶工作就难倒我了。驯鹿奶营养价值高，用途广，可以满足杜卡人的生活需求，所以我一定要成功。This one， 有了！啊，它在舔我的背！咦，哦，这个驯鹿是不是以为我的上衣是青草？早知道我不要穿这个颜色。挤完奶后，驯鹿便会被放牧，直到傍晚才被呼唤回家。夏天的驯鹿以各种嫩草、树叶和新鲜植被为食，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奶量，还能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储备充足的能量。虽然我挤得不多，但还是要尝试一下。很新鲜，它比牛奶来的更浓一点点，然后那个奶味也更重一点点。nice。他讲我喝到这边都有。如今杜卡人不再仅仅依赖牲畜生存，他们也会出售乳制品来增加收入。为了能保留和延续杜卡人的文化，政府鼓励族人开展旅游业，所以族人会用驯鹿角来制作纪念品。是时候展示我的艺术天分啦！我觉得这种东西呢，就是非常能够训练耐心。你知道我是一个很没有耐心的女生，习惯了城市生活，生活步伐都是非常快的。可是来到这里呢，真的可以逼自己静下心来，完完全全的沉浸还有体验杜卡民族人的生活。我无法想象他们一年365天都是过着这样子的生活，就是跟我习惯的节奏非常非常的不一样。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慢节奏的生活，让族人能够专注于艺术创作吧。他们用简单的工具雕刻出驯鹿的轮廓，手工细腻。为了顺应现代社会的发展，他们灵活地掌握了各种生活技能，就连家里的小哥哥也掌握了这一项手工技艺。哎，好强哦！而且他两只手是稳稳的，哎，他真的很快，哎！天哪！我问你哦，刚这边跟这边，哪一个部分是你爸爸弄的，哪一个部分是我弄的？你怎么知道？比较不一样。哎呦，真有礼貌，用比较不一样来形容。等一下我给他多点零食了啦。除了向父母学习手工技艺，身为游牧民族的孩子，从小就得独当一面，帮忙分担家务事。因此，骑驯鹿成为他们的必备技能。因为驯鹿是部落里常见的交通工具，想要全方位体验族人生活的我，当然也得试一试。妹妹，我上去了，就这样哦。好。哎，这个跟骑脚踏车类似哎，就要找到那个坐在上面的平衡感。那妹妹，我有一道问题要问你，我50公斤哦，她可以吗？能，他能载你。好，走吧。天哪，我真的希望这只驯鹿已经吃饱了。你看它怎么不想逃？杜卡部落的小孩从小就在驯鹿的陪伴下长大，大人们也会传授他们饲养驯鹿的技巧。在他们的观念里，人类并非这片土地的主人，而是与万物共享土地的伙伴。OK， 我觉得我渐渐已经习惯了这样子的频率。妹妹，你觉得我可以试一下吗？不错呢。好。我手心在冒汗呢，我有点紧张。走。那要怎么下走？出。他不走啊！还有蛋。给我。那不要再转了。OK， 出。哎呦，他为什么一直转圈圈？希吉尔，他们的其他的那些训练都在那边。哦，那现在走了。好吧，那我们就依他。好的。出 ，OK， 我试一下啊。他有点快。哦，停下。放松，这个放松。放松，好。对。好，稳稳的啊。对，现在可以。好，我尝试让他停下来。OK， 拉。嘿，停。好。按摩椅耶，这个品牌的按摩椅真好。好，来走，出
出。哦，这个好好玩哦。与美眉的驯鹿骑行特训结束后，我得知明天我将和族人们迁移到另一个营地，迁移过程至关重要。于是希吉尔带我来到敖包进行祭祀仪式。敖包是蒙古族及其他北方草原民族对自然崇拜的重要象征。仪式中，我们手握米粒，一边撒一边顺时针绕着敖包转3圈。祭祀过程简单庄重，祈求明天的迁移旅程能平安顺遂。各单位请注意，今天呢就是帮杜卡部落人民搬迁的大日子。杜卡人每2到3个月，或者当植被开始稀少时，就会迁移到新的营地。族人们对于搬迁工作早已驾轻就熟，各司其职。当中，我最好奇的就是拆卸帐篷的部分。叔叔开始把 TP 给摘下了。哇，我们真的是一点一点把这整个家给拆下来哎！先是树干，然后现在是绳子，然后等一下就是那个帆布。你看，就这样。杜卡人的帐篷由支架和覆盖层组成，支架通常取材于森林中的木材。覆盖层方面，早年是以动物皮为主，后来逐渐被帆布取代。三角锥状帐篷能有效的排雪排雨，为杜卡人提供稳固可靠的栖身之所。哇，这个 TP 的肉已经没有了，只剩下骨头了，好奇妙哦！好，那我们开始搬树干吗？好吧。哎，这个很像那个游戏耶，你知道那个叠木吗？你要慢慢抽啊，不能让它倒。对的。2个。我想要挑战自我。OK， 可以吗？可以。小心啊！拆卸帐篷的时候，我发现这种帐篷容易拆除，对土地的影响很小，几乎不留下任何痕迹，非常符合杜卡族与环境共生的生活理念。等一下，我们要全部搬过去吗？他说这个不用搬迁，我们直接留在这里。给其他的杜卡民族？给其他杜卡民族，那他们直接可以建自己的家，很友好。而且这让我想到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就是共享这片土地，而不是拥有它。对的，共享。所以很多东西呢都是分享。是的。哦 ，so sweet！ 哇，你看一个 baby， 几个棉被，一个马鞍，然后好多绳子，确保它是做得很安稳的，一点都不会跌倒，绑得超紧，除了它的头跟颈项，完全看不到其他的身体了。好，望眼一看呢，已经7七8八了，感觉差不多可以开始搬迁了。哇，走了。大队已离去，希希，我们要赶快走到他们前面。啊，我们赶快走啊！等我们！等一下，我们走好快哦，什么状况？我们跑一下，做个运动啊！希吉尔啊，为什么大家都有驯鹿骑，只有我们要用跑的呢？对，因为马鞍不够。好，那我们就跟着。他们好不容易停下来等我们了，叔叔，我们要怎么跟着你？我记得跑步。我们OK， 好，那我努力。准备好了吗？我们先有个 hit start。好，来，先加个油，吸个气，我们可以的，我们一定可以跑得比驯鹿快。他们来了，希吉尔 ，Let's go。我们比他们还快啊 ！OK， 我们可以的，加油！我们一行人带着驯鹿浩浩荡荡地往目的地出发。幸好这次只需迁移到2至3公里外的临时营地，不然我们恐怕真的追不上驯鹿的脚步。迁徙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一路上如诗如画的风景，让我仿佛置身于古装剧的场景之中，叫人流连忘返啊！哦，我们到了目的地。真的？我看到很漂亮的河流，我很想去喝一口水。我喘死了。怎么样 ？Nice。Refreshing and cold。
就在我喘口气的功夫，族人们已经把家当卸下，家庭成员之间默契的配合彼此。嘿嘿，除了那位睡着的小宝宝。其实这里的环境很好，然后我发现草很多，所以很适合驯鹿来这边吃草。而且呢，你看，很靠近这条河流，喝个水啊，或者是煮东西的时候，都很方便来这边提取水。这里呢，也有很多我们之前去采集的一些植物。而我必须得说，这里比那边凉爽哎，因为这里呢，感觉就有很多树。哇，这里果然有另外一个杜卡部落的人留下了这树干。是的，感觉我们的树干比刚才少很多。对，这是问题吗？他们说这是一个暂住的帐篷，然后明天早上再骑5、6个小时左右吧。还要骑5、6个小时？对，然后这边暂时就是住1个晚上。叔叔说，要前往他们的最终营地，还得经过崎岖陡峭的山路，到时只能依靠驯鹿或马匹才能进入。夜晚行走不安全，所以先在这里搭建临时营地。帐篷搭好后，我担任阿姨的小助手，一起准备晚餐来犒劳大家。今天的美食就是驯鹿肉干汤面。这跟我想象中做面的方式不太一样。通常在新加坡呢，面我们就切条嘛，直接拿下去煮啊或者炒啊。没有想到阿姨会先煎它，你看薄薄脆脆一层哎，现在。哦，原来它是要把面皮切成面条。这跟我们新加坡的面条很不一样，我们的呢都是长长的这样进去的那种。然后现在切驯鹿肉干。阿姨告诉我，杜卡人只会在冬天宰杀驯鹿，所以只有那个时候才能品尝到新鲜的驯鹿肉。族人也会在冬季制作驯鹿肉干。哦，好难咬啊！我不好意思当着阿姨的面说，这驯鹿肉干吃起来带点膻味。听阿姨讲，驯鹿肉干做法简单，只要用冷空气把驯鹿肉冻干3至4个月后就行了。杜卡人不会随意屠宰驯鹿取肉，他们只会宰杀那些年纪太大、不再适合工作的驯鹿。一起开动的意思，然后弟弟在笑我的发音。谢谢你做的好吃啊，拍了。哎，这个驯鹿肉干下了汤之后软多嘞，软多了，更容易咀嚼。下雨了。下雨了怎么办？没事，吃饭。我很欣赏杜卡人生活处事的态度，他们做事不急不徐，凡事随遇而安。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启发。哇，这个雨越下越大，雨中吃晚餐的概念。不对，宝弟，走了，避雨去了。那我知道杜卡部落的人已经很少了。那作为少数的杜卡部落的人民，阿姨跟叔叔感觉怎么样？作为杜卡部落的人，最近几年这个驯鹿的数量比较增长，所以他们感觉也挺好的。其实我觉得过去几天看到的是驯鹿不只是他们好朋友，更是他们的家人。是的。然后阿姨跟叔叔觉得你们的下一代会维持这个杜卡部落人族的生活吗？他说就是他下一代可能会去城市生活呀，就是得到一些教育啊、就业机会等等，这个是取决于个人的一些兴趣。哇，所以感觉阿姨和叔叔是那种不强求的哈，对，是可以放自己的孩子去追求他们想要的那种父母。是的，也要谢谢阿姨和叔叔给我过去几天的经验，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城市 girl 可以来到大自然呢，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经验是很难得的。阿姨说，我也很感谢你们从那么偏远的地区来参观我们这个游牧生活。阿姨真的很远。太阳渐渐落下，我这短短6天的探索之旅也即将画下句点。与大自然和杜卡人相伴的这几天，将会是我一生难忘的回忆。希望回到忙碌的都市生活后，我仍然有机会静下心来，感受生活中片刻的美好。拜拜，拜拜，散说这个的 ，Thank you， Thank you， 拜拜。杜
凯人生活在蒙古北部荒无人烟的森林中，虽然地处偏远，但那里的生活并不让人感到孤单。尽管杜卡人世世代代生活在蒙古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他们却凭借着对自然环境的理解与敬畏，培养出了顽强的韧性，也发展出一套独特的生存方式。